我们今天来聊一个我觉得有点矛盾的现象。你想想哦，到了2026年，科技把我们的效率推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但为什么我们的内心反而好像越来越空虚？好，那我们就先来深入聊聊这个问题。我们先一起来想象一下，一个被科技，你知道吗？就是那种完美优化的一天，到底是什么感觉？你试着想象一下这个场景哦。早上9点，你手上的咖啡可能都还烫着，结果你的 AI 助理早就把所有跨国的 email 都搞定，最新的产业报告也整理好了，甚至连下礼拜那个重要会议的架构都帮你拟好了。你看着那个空空如也的收件匣，这效率真的是没话说。但是就在这个时候，你心里突然冒出一种很奇怪的疏离感，你懂吗？就是那种你好像变成一个旁观者，在看着自己的人生跑得超级顺，但你自己本人好像没有真的参与在里面。没错，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核心问题啦。这种极致效率反而带来了空虚，甚至是焦虑感。你是不是也有过类似的感觉？那这种感觉到底哪来的啊？其实心理学家已经注意到这个现象了而且还为这种把思考外包出去所造成的焦虑感给了一个很精准的名字哦。这个专有名词就叫做能动性萎缩。它很精准的抓到了那种你说不太上来，但就是觉得怪怪的不安感。意思就是说，当我们把思考这件事交给 AI 去做的时候，我们自己做决策、自己去感受的那种主导权，也跟着一点一点滴的萎缩了。而且最吊诡的是什么，你知道吗？这个现象特别容易发生在那些我们本来以为最能从 AI 工具里获益的人身上，就是那些反应快、学得也快的，像是科技业、创意工作者或是管理者，他们反而是最早感觉到这种空虚的人。你看这句话我觉得就讲得超好。我事情做得更快，却越来越不确定自己在干嘛。这完全就点出了那种内心的矛盾嘛，对不对？明明工作产出很高，但心里却空空的，很茫然，好像不知道自己到底在为什么而忙。好，那重点来了，问题其实不是出在 AI 本身，而是我们失去了所谓的思考的摩擦力。这是什么意思？我打个比方好了，这就像你的腿部肌肉，如果你每天都坐电动轮椅代步，你的腿不会马上不见，对吧？但它会慢慢的忘记怎么走路，怎么出力。我们的大脑其实也是一样的道理，用进废退嘛。其实大脑用进废退这个概念不是随便说的，它背后是有行为科学理论支持的哦。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一个很精彩的理论，叫做生成效应，它刚好就能解释这一切是怎么一回事。你看这个对比就非常清楚了，左边是被动接收，右边是主动生成。什么意思呢？你看当我们只是读 AI 帮我们整理好的摘要，这就是被动接收，它在大脑留下的印象其实很浅。但是当你得自己挣扎着痛苦地写出第一版草稿的时候，那个过程虽然很慢很挫折，但它建立起来的神经连结是完全不一样的，是生成的。所以这就告诉我们一件事，那些你卡关觉得很烦很困惑的时刻，那根本不是在浪费时间那其实是你大脑在做认知重训就像在健身房举重一样，虽然很累，但这正是你建立深刻理解，让自己变聪明的关键时刻。好，所以讲到这里，重点就很清楚了。我们不是要大家把 AI 丢掉，回到山顶洞人时代，完全不是，而是要学会用一个更聪明、更有意识的方式去使用它。那具体该怎么做呢？我们来看看解决方案。我再强调一次我们的目标绝对不是要你拒绝 AI， 而是要你刻意的去选择什么时候该用它。这是一种行为模式的调整，你要很清楚的知道什么时候可以让 AI 帮忙，什么时候你必须自己来。这里提供一个超简单的方法，真的你马上就可以用，很简单，4个步骤。当你遇到一个问题的时候，第一步先停下来，第二步给自己比如说10分钟的时间，第三步在这10分钟内完全不要用任何工具，就是纯粹用你的大脑去想去碰撞。等到10分钟过后，第4步你再去用 AI。
相信我，在你按下那个生成答案的按钮之前，那10分钟的混乱挣扎，恰恰就是你之所以是你最有价值的地方。这句话说的真的太好了。在一个人人都能瞬间得到答案的时代，唯一无法被外包的是提问的能力。你想想看，当标准答案变得这么便宜、这么容易取得的时候，什么东西才值钱？就是你那独特的、别人想不到的问题啊！还有你那种能把各种不相关的资讯串联起来变成一个直觉判断的能力，这个才是 AI 短期内无法取代的珍贵资产。好，那我们来做个总结哈。最后，我想邀请大家哈，把我们一开始提到的那种空虚感，用一个全新的、充满力量的角度啊，来重新看待它。所以啊，如果你最近也常常隐约感觉到那种一切都好顺利、好有效率，但心里却有点空空的感觉，我想跟你说，你真的不用担心。这绝对不是说你跟不上时代了，更不是你个人的失败。正好相反，这其实是一个超级正面的讯号哦。这代表你的大脑在跟你说：“嘿，快来用我啊！”它在邀请你重新回到这场思考的游戏里面来。而你在努力思考、挣扎的时候，那种烧脑的感觉，那份温度，其实就是证明了你是你，那份 AI 无法复制、无可取代的人性核心。那么，在我们结束之前，也留一个问题给你。在这个充满即时答案的世界里，你觉得你独一无二的那个问题，它的价值又在哪里呢？